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另一个社会认知重要的议题，就是态度，还有态度与说服。那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会那么重视有关于态度的研究？大概有几个想法。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说，在一般比较民主的这个社会里面，人人有表达自己意见或者是态度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我们想要认识这个人，想要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做一些什么某些事情或者某一些抉择的话，那么理解他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哈。那第二就是说我们相信说态度一定的程度它会预测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些政策想要改变人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恐怕就是要从这个态度着手哈。那你要改变态度呢，就是等一下我会谈到透过说服的这个手段哈。那么态度到底是什么啊？社会心理学家大概是把它看成说，态度代表了我们对一些人事物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这样的情境表达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所以我们会提出一些有利的正向的评价，或者是不利的负向的评价，关于周遭世界的人事物等等哈。那社会心理学家会更进一步的谈说，其实这个态度我们可以更细腻的把它区分为有所谓认知的成分，也就是你的信念，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你对它的这个知识啊。第二个就是比较情感的成分哈，这情感成分当然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因为它就是能够表达你对它是一个比较正向、负向、喜欢、不喜欢、有利或者是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这个方式哈。第三个就是行为的倾向哈，也就是说，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有了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成分之后，你很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事人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这个倾向。那我们也可以讲，就是说，这个态度有的时候是比较强烈的态度，或者比较一般的态度哈。而在每一种态度里面，这个认知、情感跟行为的成分扮演的这个它的这个比重呢，也很可能因为态度的这个性质而有所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说服性沟通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要改变行为，我们大概要从改变态度着手，因为态度可以预测行为，而要改变态度的这个作为呢，我们就称之为说服，或者英文讲的 persuasion 那么在这个 persuasion 这个研究，其实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过程，对，不管是大家参与政治的活动，听到政治人物要说服你要不要投他的票，或者是不要投对方的票，或者是说你在购物的时候的商品、各种的广告等等，它都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经常可以遇到的这种说服的沟通的这样的活动，想要企图改变你的态度，以至于呢影响你的这个行为那么在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这个研究里面呢，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称之为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就是这种深思这个 elaboration 呢，英文讲的这个 elaboration 就是能够怎么样把它讲得更清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种深思的可能性的模式。也就是根据说，当你遇到一个想要说服你的讯息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让你自己再进一步的去想或者思考，然后去阐述这个讯息的那个内容。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就是根据这个所谓深思可能性模式大概可以分成两个路径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周边的路径就是 peripheral route 那另外一个称之为中央路径，就是 central route。那所谓 peripheral route 就是指的说，你大概没有太多的机会或时间，或是那个心智的资源，把这个讯息做进一步的思考，更细腻的去考虑它。那么你就是凭着一些比较简单的粗糙的这个讯息来决定要不要接受它的看法。中央的路径是颠倒过来，是倒反过来，是说你有比较多的时间，比较有多的投入心力的资源，那么能够更进一步的想想这个传达的讯息是不是你要的，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称之为中央路径大家看这个两个广告这个诉求就不太一样这同样是在卖一个手机的这个广告，
在左边诉诸一个英俊的男士手中非常酷的拿着这样的一个手机，你可能就被这个英俊的男士的造型所吸引了，觉得这样拿起来蛮好看蛮酷的所以你不会太去想说这个手机本身到底有什么价值，它有什么功能，它的 CP 值是不是够好那右边呢就是一个比较诉求中央路径的一种说服的讯息，因为它也没有用俊男，也没有用美女，而是以手机本身它可能带来的功能，怎么样让你的生活更便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等等这些来做它的性能的这个诉求。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碰到周边跟中央的路径。那这个周边跟中央路径又跟我们前一个单元讲的做系统1跟系统2的思考的方式有一些类似之处。周边的路径等于是诉诸于你的系统1的思考模式，而中央路径呢则是诉诸于你的系统2的这种思考的模式那所以如果说你能够让一个透过这种中央的路径来应对一个想要说服你的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有一个研究这个 Love 跟 Greenwald 他们做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讯息里面所传达的意见那么能够有自己的一些反应的话，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在事后我们对这些意见能够回忆到自己反应的这个部分比较能够决定说我到底对这个所传达的讯息是不是要接受他的这个看法那这个是表示说我们在使用中央路径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对说服性的讯息产生自己的认知的思维，自己的认知的反应。那这个是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讯息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利用这种周边的路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广告或者说我们在很多的新车展览的时候利用这个漂亮的女生美女来去做这个说服，这个都是一种所谓周边的这个路径，因为你把对漂亮的女生的那个好感跟这个车子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实际上是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古典制约的一种形式本来这个美女跟这个车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你把对于这个人物的这个好感把它连接到这个车辆去，变成说你对这个车子呢也有这个好感。那实际上这样子的一种说服的这个方式大家现在看觉得说在很多的车的展览都会做这样的方式。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呢，早在50-60年前这个车辆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车厂呢就已经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试图说服这种一般的大众来购买这个车辆这都是所谓的透过周边的这个路径也就是说它透过一些所谓的捷思或者是 rule of thumb， 它不需要你做太精致的思考，而是做一个快速的连接来对它的产品产生一个正向的这个连接。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是谈到说我们当事人跟所要被说服的这个讯息之间你自己涉及的程度的高低，这个 involvement 的高低这个 involvement 高低，比如说假设这个你的大学要做这个涨学费的话，那你觉得这个就是跟你有高度相关，而且这个涨学费下学期就要考虑了，那个就叫 high involvement。但是如果说学校谈要这个涨学费，但是3年以后的事情你可能想3年以后我都毕业了，那跟我是一个低相关，或者是我这是一个低摄入这个状况那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是说他操弄的一个是关于就是这个事件本身跟当事人他到底是一个高相关高摄入还是低相关低摄入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把这个整个的讯息操弄它里面的论点，它是强的论点还是弱的论点，还有它论点的数目是比较少的只有3个，或者是比较多的有9个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稍微有点复杂的这个实验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呢，就如同我们这个表所显示的我们先看看这个表的这个左边这是指的高相关高摄入跟你觉得息息相关的一种状态。那这样的这个事件或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注意到说那个论点的强弱它会产生影响。那论点的数目呢
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又会跟这个论点的这个强弱呢，产生一种交互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数目不是太多的时候，强的论点跟弱的论点差异有，但是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数目变得很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强的论点就会让这个 message 让这个讯息真的显示起来非常具有说服力，而这个很多这种无关紧要、很弱的这个论点呢，就会使这个讯息呢变成非常的苍白无力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一种高相关、高摄入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表的右边是指的低相关或者低摄入的状况。那这个低摄入的状况之下，你就发现只有论点的数目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说服的效果。也就是说，因为它好像跟你没有那么息息相关，或是跟你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只是大概听一下，觉得他讲了蛮多的点，好像都有一点道理。所以当这个点这个论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大概整个讲起来，应该是比较可以接受。而他如果只跟我讲了1、2点、2、3点，可能就觉得说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这个就代表说你并没有机会真正的去思考这个论点本身到底是好的论点、强的论点，还是不好的论点、是弱的论点，而只是凭着它的数目的高低就决定要不要做这个接受。好。那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研究，也有点复杂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摄入的程度、论点的强与弱，以及论点的数目，它可能产生一种复杂的说服的效果。好，那最后我们要提一下，就是在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好，那么心理学家相信这个态度会去预测的行为但是这个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呢，曾经有过一些争议比如说早期有一个实验在很早在1930年代那么这是有一个教授呢陪着一对华人的夫妇到美国的各地去旅游，然后去看说，那么旅馆的主人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白人，拥有这些汽车旅馆或者一般的旅馆，会不会接受他们，让他们住？那当这个美国的这个教授陪着这些华人夫妇的时候，这些旅馆的主人都表示这个愿意接待，然后让他们这个住宿。可是有趣的是事后那么这个教授这个游完各地之后，再回来再写一个问卷寄给这些旅馆，说他们愿不愿意日后接受这个华人的夫妇来住宿，绝大部分都会说什么呀？都是否定的所以这个是显然是当时是受到了，因为这些华人的夫妇那么有这个美国的教授的伴随他们才做了这样的愿意接纳他们的这个住宿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到底态度能不能够影响行为这个曾经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有过一段的争议不过经过了50、60年的这个研究现在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清楚，态度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是可以预测行为的，包括什么？包括说，如果这个态度是一个强烈而且一致的这个态度。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态度跟预测的行为之间，它有一定的特定的这个关系还有基于自己直接经验所建立的态度，也比较能够来预测行为。最后就是说，个人当持有这个态度人知道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是你非常的 conscientious， 你非常知道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期待，那你的态度可以预测你的行为。